既然选择了，那就要坚定的走下去，一定会很难的。我没来之前呢，我也不敢来，我觉得这里压力很大。我觉得我一个学历也不是很高，也不是985，也不是211，我怕找不着工作。这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么激烈的竞争，所以我应该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行。如果是拼尽全力到无能为力，也没招的话，那我也认，今儿周末啊，我们去拜访一位小伙伴，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这些人，有时候会不定时会碰一下，聚一下。聚完之后就知道，哎，现在还挺美好的。10几年前，当时我们就想啊，什么时候自己能拥有一套房子呢？那会儿这个工资能够支付房租就不错了。你谁能想到说，大家在上海，每个人都有几套房呢？那个6、7年前，我们这儿的老销售还在这儿混呢，还在。你是这边的片长是吗？差不多吧。那给我介绍一下这儿的园区吧。外边钢化石材，里边5层园林，中间还有水法喷泉，另外还有大堂入户以及送门到家的这个物业保安。到上海打拼10年8年，能够弄个不说几千万的房子吧，弄个1000多万的房子，应该也算是入门级豪宅了吧？对的。啊，当然从拿地、从项目定位到户型设计、产品的一些细节把握，都是我们全程参与的。豪宅不一定上亿，大家之前都看惯了上亿了，所以认为上亿就是豪宅。刚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房子能带空调，那就是豪宅。不知道以为我们这是个销售视频呢。不打暗名，不给你们拉广告，好吧？哎，周周。可以呀，大包小包。你这第一个到呢，你这蹭饭蹭的老积极了。饿了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奶粉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这是啥？我帮你拿。吃的，这个晚上咱们的小甜点。哇塞，LDM 可以的，爱叔。还凑合吧，还凑合。快来请进，光临寒舍。哎，玩呢？跟阿姨下去玩了。小哥呢？出差，最近忙得跟狗一样，人都看不到。哎，这10万这是晚上咱吃的吗？对啊，我给你准备的小龙虾。1箭3连。大了啊！哎呦我去！家伙了！哎，这个是书房吗？我记得。现在被我弄储物间了。我跟你讲，有的孩子不一样，这里面太乱了。大家是不是觉得，看之前的豪宅觉得不像家？这儿像家，这像不像你们的家？层高3.3米，再加上这种白色法式的装修风格。你是来蹭饭的好吗？不要发挥你的职业病。顺便。你回来了，你快进来吧。你跟叔叔打招呼没有 Hello， 叫叔叔好。你看看这好不好玩？这不好玩吗？说这不好玩，这不好玩吗？你再看一眼，好不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嗯。我和这个新生代是有点误会了。来了。蹭饭也得有讲究的，你得早来才能蹭的多点，晚来蹭的就少了，你知道吗？老板来人了，门外有人。哎，知道什么？哎，你空手来的？哎，我做饭我可以。别让他洗吧，还要洗，让他洗。我爱你是吗？对。我原来是是吧？你出去吧，你看大车太慢了。太慢了，笑。我们虾来了。10年前咱聚餐在哪儿聚来着？那会儿。军桥。 10年前不是11年吗11年我那会儿开公司呢，我跟那会儿跟业务都飞到烟台，跟别人那个在会谈业务，天天到处各种飞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。就现在回想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幸福？其实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你年轻，你觉得就是很正常。对，你不这么拼，就概率更低啊。因为我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嘛，所以当时毕业了就想找个对口的，所以就去网管是吧？对，网管也做过，网管也做过，网管真做过，真做过。但其实你是个技术型人才，不是业务型人才。我第一次开公司是在07到08年，完全是以赚钱为目的，就是大钱小钱都要赚。
所以也忽视风险。所以当08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，就唰，从零开始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，在肉眼上来看是零。那你觉得我靠，这个城市哪盏灯属于我，哪个窗户里边有我的家？没有，就是会瞬间心里边哇凉哇凉的。这时候你会特别容易动摇。所以，如果说你在北上广还没有想逃离北上广的话，我觉得那反倒不正常，因为是个人都想逃离北上广，但是如何面对着在逃离北上广这些纠结的过程当中，如何去多一份坚持，还是多一份妥协？我觉得这个要靠智慧。这个发财话应该是也是敬观众的，是吧？只有观众发财了，我们才都能发财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这话就开了光了嘛，把弹幕不打在发财上，是吧？来。